你……谢天回头看着那不知何时来到其身后的楚风，起初难以置信，但很快他注意到楚风周身有传送之力，传送阵法。原来楚风也留有了后手，在先前交战期间，谢天假装将地狱幻冰阵布置到了中期，实际上布置到了后期，但楚风也同样留有了后手。他不仅布置了提升战力的阵法，还暗中布置了传送阵法。但是这传送阵法是怎么布置的？居然直接将传送隧道设在了谢天的身后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们身外之人毫无察觉也就罢了，谢晋也毫无察觉吗？围观之人终于明白楚风为何能够如此快速来到谢天身后，可他们却感觉不可思议，这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才对，终究还是用了战力加持令吗？楚风，你胜之不武啊！谢天虽然已败，但他却面带冷笑，一脸不服。你说这个？楚风说话间，一块令牌自怀中自动飞出，那正是战力加持令。战力加持令还在，并且与之前没有任何变化。谁知道这是真的假的？可谢天却表示质疑，同样其他人也表示质疑。战力加持令看着是与先前一样，可以楚风的伪造手段伪造出一个看似一样的，应该也不难，除非他能给人验证。可就在此时，阵法声音却再度响起，挑战者失败，金牌持有者继续持有免死金牌。这战力加持令便也一同收回了。话音落下，那战力加持令便飞向高空，随后消失。众人惊讶，无需验证，那阵法声音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楚风竟真的没有使用战力加持令，便在所有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布置出了那样的传送阵法，这是多么强大的结界掌控力！就在此时，阵法空间消散，楚风与谢天都直接暴露在了大殿之内。可下一刻，无数道锁链却自大殿四周飞掠而出。与此同时，一道恐怖的威压也是覆盖整座大殿，七界圣府数千道身影同时浮现，为首的乃是圣级长老灵眸子。哟，这不是圣级长老灵眸子吗？你还没死呢！楚风冲着灵眸子一笑。楚风，想不到你还敢出现在老夫的面前。灵眸子目光冰冷，他可还记得当时楚风大闹七界圣府之时的仇恨？出现你面前你能怎样？难道你抓得到我？楚风一脸鄙夷，那个姿态全然就没有将这位圣级长老放在眼里。你已是瓮中之鳖。灵眸子道，是吗？那你们这位界天少爷的命你是不想要了？楚风说话间便想抽动穿过界天胸口的结界长剑，想要折磨界天，是想用界天来威胁七界圣府的人。可与此同时，灵眸子法诀捏动，封锁楚风的一道结界锁链宛如飞剑一般，便直奔楚风飞掠而去。那速度竟比楚风抽剑的速度还要快得多得多，这便是境界差距。因此在楚风还未折磨到界天的时候，那结界锁链已是穿过了楚风的脖颈。但下一刻，在场的众位高手们却是感到有些不解，明明他们都亲眼看到那锁链洞穿了楚风的脖颈，可为何此刻那锁链却又偏离了？楚风安然无恙，是灵眸子故意手下留情了。可下一刻，灵眸子的脖子开始喷血，众人定睛一看，无一不是又惊又恐。灵眸子捂住自己的脖颈，而鲜血不断自其脖子流出，他一边止血，一边瞪大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楚风，但除了凶狠，同样满是不解与吃惊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只是他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明白。不对，那锁链有血，但很快有人发现，已经偏离楚风脖子的锁链却出现了血迹。谁的血？显然是灵眸子的血，因为灵眸子脖子上的血窟窿与锁链的粗细一模一样，分明就是被锁链所洞穿。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灵眸子这一击竟然伤到了自己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要捉我，怎么把自己伤了？楚风讽刺地看着灵眸子，那嘴角的笑容让人们反应过来，这件诡异的事情很可能是与楚风有关。楚风，是你搞的鬼？七界圣府其他人恶狠狠地问道。我说不是，你们信吗？楚风眯着双眼。话罢，楚风手中结界长剑往上一提，鲜血喷溅。楚风的结界长剑从界天的身体出来了，但却是斩出来的，由内至外将界天的肩膀斩断。界天疼得龇牙咧嘴，但却并未惨叫。哟，能忍啊！楚风淡淡一笑，旋即结界长剑再度落下，这一次穿透了界天的右胸。你找死！眼见楚风竟真的当着他们的面折磨界天，在场的数百位七界圣府界灵师同时出手，他们都布置出冰刃阵法，同时向楚风攻了过去。他们的攻势虽并没有打算将楚风一击毙命，但却也会将楚风重创。他们意识到了楚风的诡异，再加上界天在楚风手中，为了避免界天继续被楚风伤害，他们必须尽快将楚风控制，哪怕将楚风重创也是在所不惜。可是下一刻，鲜血喷溅，可楚风却毫发无损。而在关那些对楚风出手的数百位界灵师，或多或少都被重创，并且他们身上的伤势都与他们的攻势完美契合。果然是楚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免死金牌吗？还是说他的身上还有其他保命的底牌？这一刻，七界圣府也慌了，不敢再贸然出手，因为对楚风出手，受伤的可将是他们自己啊！怎么了？继续啊，来，继续抓我！你们以为这是你们的地盘吗？一群自负的蠢货，这里可是祖武界宗的地盘。楚风讽刺地看着七界圣府的众人，他现在有着绝对的底气，因为他很清楚，之所以能够不被伤害，正是因为他得到的免死金牌。免死金牌，他已经拿到了最高层次，
这个层次的免死金牌，若遇足5阶宗内阵法的，都可以安然无恙；若是遇到同样身在这遗迹内，想要对付自己的人，不仅楚风安然无恙，反而是对楚风出手的人将会受到伤害。这就是第3重免死令牌的作用，因为这是免死金牌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冷笑传来，竟是楚风身前的戒天。楚风，这里也不是你的地盘，真以为你能掌控一切？戒天正回头看着楚风，那眼神竟满是挑衅，这让楚风察觉到了不妙。也许看似到手的人质，并没这么简单。果然，一股传送之力出现在了戒天身上。见此情形，楚风身上一重诡异的吸力，乃是手之梦魇。但手之梦魇刚刚触碰到戒天，戒天便还是消失不见。再度出现之时，已是林眸子的身前。戒天染那老杂毛，在你身上还挺舍得花费血本啊！楚风看向戒天，若是刚刚是守护阵法，楚风可以用手之梦魇破解。但既然没有破解，已是说明那不是简单的守护阵法，并且这个传送阵法很是利奥的，否则不可能在楚风已经察觉不对的情况下，还是被他逃脱。至于戒天，他的身上还带着楚风留下的血淋淋的伤口，他也不急着进行治疗，面容也不扭曲，而是冷冷地看着楚风。楚风，你走吧，趁着现在你还能走。戒天对楚风说道。什么意思？楚风反问。你说的很对，这里不是我7阶圣府的地盘，但有一件事我需要让你明白，就算这里不是我7阶圣府的地盘，但我7阶圣府在这里绝对比你有话语权。你那免死金牌也只能保你10次，现在你已耗掉2次，我们若再分别对你进行8次攻击，你的免死金牌将彻底耗掉，你还要拿什么来与我们抗衡？戒天问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若不想让我留在这里，我便连挑战这里的机会都没有，是吗？楚风问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戒天道。你们真的了解这免死金牌吗？这免死金牌防的就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蠢货，没本事拿走这遗迹的东西，还自以为能在这里称王称帝。7阶圣府的小丑们，这座遗迹内的东西我楚风拿定了，有本事便来拦拦看。话罢，楚风便消失在了原地。他去哪了？捕捉不到气息了？难道他还真的敢进入遗迹吗？眼见着楚风消失，7阶圣府的众位长老也慌了。先不说楚风现在展现的手段超出了他们对免死金牌的认知，如今这座遗迹对于他们来说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戒天原本是在闭关修炼的，是突然接到了戒天染的命令，让他来到这里取代凌霄拿到免死令牌，并且命令林眸子等人来辅佐戒天，利用免死令牌让他们尝试破解这座遗迹。之所以要让戒天出手，正是因为这里的免死令牌是有使用次数的。戒天染虽然占据了老一辈免死令牌多年，但是属于他的免死令牌早就用尽了，至于凌霄的也早就用尽了。没有了免死令牌开路，那想要破解这座遗迹自然就没那么容易，所以才让原本在闭关的戒天来到了这里。无论是戒天还是林眸子他们都知道这座遗迹对于戒天染的重要性，偏偏是这个时候楚风跑到了这里，他们自然也是非常的不安。若是戒天染想要的东西被楚风拿走了，那倒霉的可就是他们了。但是相比于慌乱的众位长老，戒天则是显得相对平静。走进去瞧瞧，我倒是要看看这楚风是否真的敢留下来。话罢，戒天这座大殿深处的结界门走去。见状，林眸子等7阶圣府的众人也是立刻跟了过去。穿过大殿深处的结界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阵法空间。这阵法空间内，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3000多条道路。3000多条道路皆是延伸到远处，深不见底。那些道路几乎都没有任何阻碍，唯有中间一条最为宽阔的道路立着一道门。那道门很大，也很特别，其造型模样更像是一个棋盘。这里的人称这道门为奇门。除了奇门外，那3000多条路都是可以自由通行的，但都是危机四伏。据说通往遗迹最深处拿到此地宝藏，只有2个方法，一个是破解奇门，一个便是从3000条路之中找到一条直达遗迹深处的路。这么多年来，2个方法7阶圣府都在尝试，一边破解奇门，一边开辟道路。比如刚刚在楚风来到之前，戒天与林眸子他们就在尝试开辟新的道路，只是还未开辟成功，楚风便抢走了戒天的免死令牌，所以他们全部半途而废，跑了回来寻找楚风。但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其实这座遗迹公认的能够成功的方式就是破解那道奇门，但是很难。走到过最后一重的总共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戒天染，一个是戒染清。但无论是戒天染还是戒染清，都并没有选择踏入最后一层，因为他们没有绝对的把握。看来楚风是选择了奇门。此刻林眸子等人站在这结界空间内，望着那闪烁光芒的奇门，他们知道是楚风在挑战。所谓奇门其实是一个公用的空间，每个人都可以进去，哪怕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奇门里面。毕竟这座遗迹是公开的，很多戒灵师对于这里已经钻研很多年，很多人常年留在这座遗迹之中，但主要也都是汇集在奇门之内。但是每个人若想踏入奇门，第一次踏入之前就必须破解奇门，无法破解奇门是没资格踏入奇门之内的。眼前奇门封路，且光芒闪烁，正是有出入者打算进入奇门的景象。很快奇门开启，那条向深处延绵而去看不到底的宽敞大道彻底浮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这条大道
可比那3000条路要宽敞得多，就连气息也与其他道路完全不同。这么快，眼见着这奇门这么快就打开，7届圣府众位长老也都是脸色难看。之前破解奇门的记录乃是介染青保持的，但楚风的这个破解速度却比介染青还要快，这让他们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楚风来到这里的所作所为都是如此的惊为天人，如今又进入了奇门之中，算是正式开始破解这座遗迹了。若真的被楚风成功破解奇门，拿走这座遗迹内的宝物，那他们这些人可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虽说奇门内是公共空间，他们倒是也可以进行阻拦抓捕，但是因为楚风身上有免死金牌，他们现在连楚风的身影都看不到，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可就在此时，介天却忽然笑了：“介天少爷，你……”对于介天忽然发出的笑声，众位长老感到不解，